今天一大早7点多钟我们就来布鲁克林5大道85街。现在的话就是太阳出来了，但是街上很少人，没什么人，有几个外国女人在这里买东西去上班。今天天还是挺冷的，然后太阳出来了，但是还是风蛮大的。我们就在这条街上面找一个好吃的但是我们在逛，但是好像好多店都没开门，也不知道哪家店的早餐好吃。我们就在这里转圈圈，转来转去，都是没开门，是老外。那么晚都不起床了，想吃一个早餐太难了。在纽约这里要吃一个早上5点到7点的早餐，确实是找不到一家店是开门可以给你吃早餐的。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就不一样，我们中国的早餐店基本上都是5点多就开门了，有些甚至凌晨3、4点钟就早起来准备了。你看这个路边的这个老外这个大哥早就出来了，他们应该是去上班的。这个背包的这个男的，这个老外也是去上班的。在街上空荡荡的，只有车停在那里，只有几个人来回的走来走去。但是我们想找一个早餐店，真的好难找到。是不是老外特别喜欢睡懒觉啊？他们都是要10点钟才起床吗？10点钟才开门吗？你看这些店都是关门的，都没有开门的。还有，你看这老外在跑步呢，穿条短裤，哇，好健康啊！哇，他们就是起来早。我发现在纽约这边起来早的人，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人，早上就能见到他们。还有一些就是去上班的，或者是一些游客，或者是一些流浪汉，可能流浪汉也找不到吧。就是那些清洁工人比较勤奋一点的。但是这里的店好多店都是关门的，都没开门。现在都已经8点多钟了，但是没有开门。看我们又转回来了，刚才走到前面又转回来了，又还是没有开门。你看好像这家店蛮可以的，我们要进去尝一下，看看这家店的早餐怎么样。这家店应该不是早餐吧，好像就是喝果子什么的。哇，这地板上好多叶子好多树叶，还没有人扫街呢。那我们去对面吃算了，看看下去哪家店吃比较好一点。现在我们还是在找一家比较好吃的早餐店就是这个超市有开门了。我们再找看吧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听说那边那家店是开门的，我们等下要去那家店吃早餐，就是那家店进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要进这家店来看一下好几个老外坐在这里喝咖啡了，看看这家店有什么好吃的。挺冷的外面进来这里就暖一点。都是这些大叔我看一下这个早餐好不好吃，看一下菜单。选一个好吃的早餐吧。要吃什么呢？我看看你看这里的位置我进来这家店了，你看这里的位置挺多的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蛋糕还有面包咖啡。这店还蛮不错的，我转一圈看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位置蛮宽的吧。还开风扇呢，你看天那么冷，装饰用的，还不错啦。都是老外喜欢在这里喝咖啡。在这里吃早餐应该蛮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坐下来点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好吃的。老外跟我打招呼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菜单吧，看看这些价格怎么样。哇，上面全部都是英文我要慢慢看我还是要用翻译看一下。
这些英文太多了。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学好英文，现在看这个英文很困难的，我要用翻译才能认识这些英文，一个一个的选吧，也不知道吃什么。我等一下叫那个店员给我推荐一下这里的早餐哪个比较好吃一点。再看背面的早餐吧，背面汉堡啊，我就看那些图片吧。应该这里的早餐应该是挺好吃的。我逛了一圈，这里全部都是外国人，都没有一个中国人，就是我一个中国女人进来吃早餐啊，连一个中国人的面孔都没有，还有非洲人和美国人吧，这里都是老外，亚洲人的面孔很少。我等一下要吃一个早餐，他上了一杯水给我，冰水。老外是喜欢喝冰水的。我看一下这里的咖啡好不好喝，我没有加糖，我加了一点奶，然后尝一下吧。这美式咖啡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我在手机上面查了一下这家店，你看挺多美食的，挺多人点赞的。而且你看一下这里都是一些老人，就喝一杯咖啡，在这里聊天。他们是起来比较早的吧？如果不知道其他年轻人会不会起来早一点。但是的话，像这家店的话，应该是蛮不错的，开了很多年了。这里都是意大利人住的地方，以前是意大利人住吧。你看这里图片上面的那些美食挺漂亮的。我们该喝的就是这一杯咖啡嘛。现在的话就是在等我们点的餐还没上来。这几个老人，我发现他们坐在这里好久了，就是拿一杯咖啡，然后也不吃东西，就喝咖啡，就一直在这里聊天。这里原来是意大利人区，然后现在他这里挂了美国的国旗，还有这个旗是希腊旗，看到没有？他这里是希腊人，但是他这家店的老板就是墨西哥人，墨西哥老板，他应该挺好说话的。而且的话，你看现在的时间也就是8点多吧，9点多，9点09分，然后我们是11月2号换了冬令时的时差，时间是晚了1个小时，所以这里的人都是比较少的，这家店生意不是很好，客人比较少。我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希腊的国旗，希腊的国旗和美国的国旗都挂在一起嘛。老板是挺友善的，在这里只有两个人，2个员工吧。我们点的餐上来了，这个叫做 Steak Quesadilla， 然后等下我们吃一下看看是怎么样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东西我忘记了，你看一下我吃的这个，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是三明治，就是这样子，里面夹个鸡蛋，还有一个培根吧，还是什么？你看还有这些火腿，还有什么？你看这些酸奶，这个绿色的是什么？这个绿色的就是牛油果，就这样搭配，10几块钱一个早餐。你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，好不好吃？等下我替你们尝一下好不好？你看漂亮吗？我的早餐挺漂亮的是吧？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等下要尝一下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哇，大家看一下我吃的这个早餐，我就是在上面加了一点这个酸奶还有牛油果，还有番茄酱，然后尝一下，蛮好吃的，你们看一下，挺不错的，蛮好吃的。里面是牛肉吧，里面有一点牛肉，还有那个芝士，那芝士挺香的，它就是这么夹在中间。这个大概是17块多吧，17块18块这样子，就是比中国的便宜吧。这个早餐呢，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。刚才那个老板还过来问我感觉味道怎么样，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。我尝一口，
把这个里面挖出来看，你看它这个芝士是挺好吃的，然后还有一些，它里面那个黄色的就是墨西哥的黄辣椒吧，挺好吃的，不是很辣。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牛油果也是挺好吃的，我通常是喜欢这么吃，蛮好吃的。然后配这个酸奶的话还是也可以，味道也可以，原味酸奶。这个番茄酱还是一般般，我觉得我要放一点番茄酱在上面，抹在上面，然后再吃。还是蛮可以的吧，这个早餐挺划算的，吃的比中国人开的，就是比华人开的早餐好吃。在纽约的话，我就是比较喜欢吃外国人的早餐，老外开的早餐店。今天这个早餐吃不完，可能有点浪费。你看，我只吃了一片，现在还剩那么多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买单是多少钱，加上小费和税费。你看我们用完一张纸，那个老板还是不舍得给我们一张纸，就一张这么大的纸啊，用来用去，你看这张纸都擦了好几遍了。算了，不理他了。我们不过这里的东西还是挺好吃的，可能就这家店的老板比较省一点吧。然后这张纸的话就是擦了好几回了，就剩一点点没吃完，我们基本上都吃完了。我猜这个早餐大概也就是30多美金这样子吧，不到30美金吧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32块6毛7，还没加小费，小费应该是15%吧。然后你看，就是这个咖啡就是喝了2杯嘛，可以，就是这里的咖啡是无限续杯的。然后你看我们这张纸反复的用来用去，就看一下，你看32块多嘛。今天的早餐大概就是这样子吧，就纽约的早餐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。然后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。这几个老人还在这里聊天。他们还是不走，就喝一杯咖啡，可能要坐一个上午吧。那我们的早餐都吃完了，他们还在这里聊天。然后老板的话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是挺忙的。这家店的话还是没什么客人来，现在都已经9点半了。外面的商店也是没有开门的，还是在关门的。来，我们吃完早餐了，然后剩下一点点就打包回去吧。现在街上还是人很少哦，太阳出来了，挺暖的，可以晒一下太阳。纽约的早晨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